老公，你终于回来了。陈健拖着两条仿佛灌满了铅的腿，一步三晃地蹭进家门，钥匙刚插进锁孔，门就迫不及待地从里面被拉开了。传来的是一句甜美的声音，一股带着沐浴露热气的香风猛地撞进他怀里。苏妹手脚并用地缠了上来，脸颊在他颈窝里蹭着，又软又弹的触感此刻却让陈健腿肚子一哆嗦。他强撑着没当场瘫倒，后背紧紧抵住冰凉的门板才稳住身体，喉咙里挤出一点干涩的笑。嘿，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别着急划走。今天的一夜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是啊，老婆回来了。那声音虚的自己听了都心虚。苏妹抬起头，眼睛亮得像探照灯，直勾勾地照着他。累坏了吧？那今晚他尾音拖得长长的，手指调皮地在他衬衫扣子边缘打转。还继续吗？陈健头皮瞬间麻了，腰眼深处那熟悉的被掏空似的酸软感猛地窜上来，他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不行，不能说不行。男人的尊严在脑子里疯狂报警。他深吸一口气，调动起脸上仅存的肌肉，硬是挤出一个坚毅的笑容，牙齿缝里蹦出一个字：行。这一个字耗光了他最后一点力气。苏妹欢呼一声，拽着他的胳膊就往里拖。陈健被他半拖半抱地弄进客厅，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老婆，等，我先洗个澡。哎呀，洗什么洗？我不嫌弃你呢。老公，快来吧。苏妹的声音充满着兴奋和迫不及待。卧室的门在身后关上的声音，听着格外沉重。第二天，陈健几乎是飘着进的公司。他瘫在办公椅上，盯着荧幕上密密麻麻的代码，感觉那些字源都在眼前跳着嘲讽的舞。腰，那已经不是腰了，是根快要断掉的朽木。他痛苦地揉着额角，心里哀嚎，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才结婚2年啊，不行，得自救。陈健的目光扫过办公室里稀稀拉拉几个同样在加班的倒霉蛋，一个念头像救命稻草一样冒了出来：加班，自愿加班。老李，他清了清干得发疼的嗓子，朝隔壁格子间探出半个身子。你那个资料库优化的方案，是不是赶着下周上线？我今晚帮你一起弄。语气充满了急人所急的真诚。老李像看猴一样看着他。健哥，你没事吧？脸色跟纸似的。平时踩点下班跑得比兔子还快的陈健，居然主动要求加班。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没事，精力充沛。陈健挺了挺那仿佛一碰就要散架的胸膛，拍得砰砰响，声音拔高了好几度，更像是给自己打气。为公司吗？应该的。专案要紧。从此，加班狂魔陈健的名号在公司不胫而走。每当打卡机发出滴的下班提示音，在其他同事如蒙大赦夺门而出的喧嚣中，陈健巍然不动。他把自己牢牢焊死在工位上，对着荧幕，表情专注的能去拍励志海报。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专注的眼神深处，是劫后余生的巨大庆幸。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在此刻听来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安魂曲。他贪婪地呼吸着办公室里残留的烟味、外卖味和灰尘味，觉得这比家里那甜腻的催命香风好闻10000倍。能拖1秒是1秒，拖到苏妹老婆熬不住先睡了，就是他陈健的胜利日。陈健在公司加班的起劲，家里的苏妹却皱起了秀气的眉头。不对劲，非常不对劲，连着快半个月了。
陈建天天回来都是后半夜，倒头就睡，眼皮都抬不起来，问就是加班，问就是专案急。起初他还心疼，后来那点心疼慢慢被一种被忽视的委屈和狐疑取代了。什么破公司啊！苏妹盘腿坐在沙发上，啃着苹果，眼神锐利地盯着电视里无聊的综艺，心思却全在琢磨，老板心也太黑了吧，把我老公当牲口使唤。不行，我得去瞧瞧，到底是何方神圣，敢耽误我苏妹的好事。这个念头一起，就像野草一样疯长。他越想越气，手里的苹果核被他捏得变了形。不行，必须去，明天就去，给那个无良老板一点颜色看看。第二天下午，苏妹精心打扮了一番，踩着高跟鞋，带着一股老娘来讨说法的气势，雄赳赳气昂昂地杀到了陈建公司楼下。他没通知陈建，就是要搞突然袭击，看看这加班的水分到底有多大。前台小妹看着眼前这个漂亮的扎眼，眼神却像要吃人的女人，有点发怵。您找哪位？你们老板办公室在几楼？苏妹开门见山，气势汹汹。老板，他出差了，不在公司。出差？苏妹的怒火像被戳了个小洞，泄了点气，但随即又烧得更旺。那技术部的陈建呢？他在哪？带我去。前台小妹被他的气势摄住，稀里糊涂的就把他领到了技术部那片开放办公区。正是下午3、4点，办公室里人不少，键盘声、电话声嗡嗡响。苏妹的目光扫过一排排格子间，精准地锁定了角落里那个熟悉的后脑勺。陈建背对着过道，正埋首在电脑前，旁边还堆着几个啃了一半的冷面包。他肩膀微微垮着，背影透着一股疲惫的专注。苏妹心里的火扑一下灭了一大半，紧接着涌上来的是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原来是真的在加班，不是躲他。这个认知让他有点失落，又有点心疼，但更多的是疑惑，他以前不是最烦加班吗？现在怎么这么积极？图什么？他没惊动陈建，只是默默地站在不远处，看了他好几分钟，看着他揉着酸痛的脖子，看着他端起凉透的咖啡灌了一大口，看着他对着荧幕皱眉思索。苏妹悄无声息地走到陈建身后，从背后双手环住陈建的脖颈，顿时惊得陈建一身冷汗。他可是有老婆的，谁这么明目张胆的大白天怎么做？要是被老婆发现自己可就完蛋了。老公，陈建瞬间石化，僵硬的转头。老婆，你怎么来了？我想你了吗？天天晚上都看不到你。苏妹嘴上说的，眼神在陈建的身体上乱瞟。最近公司比较忙吗？都在加班。陈建有些心虚，但很快又严肃起来。不能被发现，而且真的在加班，没什么好怕的。你们老板太不是人了吧？这么压榨员工，哼，真是耽误我的好事。陈建太明白苏妹口中的好事是什么了，最近太忙了，这也是没办法吗？苏妹抿了抿唇，眼神慢慢变得深沉起来，像是在下某种决心。那好吧，老公，你忙吧，我回家了。陈建似乎很是震惊，自己老婆这次这么好说话。他悄无声息地转身，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走了。陈建看着远去的身影，愣在那好一会。陈建感觉自己快要被腰上传来的阵阵酸软给吞噬了，他狠狠掐了一把后腰，试图用疼痛唤醒一点精力，继续和荧幕上那堆顽固的代码搏斗。墙上的挂钟无情地指向了晚上8点40，办公室里只剩下他头顶惨白的灯光和主机箱沉闷的低鸣。这破专案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低声咒骂了一句，
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他是害怕自己的老腰，但也不想干这破工作。就在这时，外面公共办公区突然传来一阵压抑住的骚动。陈健烦躁地皱紧眉头，谁这么晚还闹腾？他刚想探头吼一嗓子，办公室那扇厚重的磨砂玻璃门就被哗啦一声推开了。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又熟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节奏感。陈健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僵硬地极其缓慢地转过沉重的办公椅。门口站住的女人，让陈健差点以为自己加班加出了幻觉。是苏妹，穿着家居服，会撒娇会耍赖的苏妹。老公。苏妹直接飞奔过来，一头窜进陈健的怀里。老婆，你怎么又来了？我来接你下班呢。跟我回家吧，我们都好久没有那个了。苏妹眼神魅惑，娇滴滴地嗔道。陈健暗道完蛋，今晚恐怕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了。一回到家，根本没有任何缓冲的时间，陈健直接被拖到了床上。平时连水都打不开的苏妹，现在居然轻松拖着陈健走。陈健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任由苏妹肆意妄为。第二天一早，陈健拖着一副疲惫的状态去公司。临走时，苏妹穿着一身剪裁极其利落的铁灰色西装套裙，挽住陈健的胳膊。老公，今天我送你去上班。苏妹一副神秘的样子，坏笑地撇过嘴。陈健一脸茫然，不明白苏妹今天怎么想着送自己去上班了，但是没有多想，就当伺候他给的报酬吧。陈健下车走进公司，挥手和苏妹告别。苏妹看着陈健进去公司，转头把车开到地下车库，直接乘坐电梯直达公司顶楼。刚到公司的陈健便听到了同事传来的小道消息。哎，听说了吗？今天公司要来一位总裁，好像把咱们公司收购了。什么？陈健有些惊讶，不过并没有把这个新总裁和自己老婆挂钩，毕竟他自己还有一个大公司要管，哪有心情来这小公司？是真的，你看，群里发通知了，10分钟后会议室集合，估计是要开会，新总裁肯定会亮相的。陈健没在意，收拾一下，走进会议室。会议室，各位，今天我们公司来了一位新总裁，昨天我们公司被这位全资收购了，往后大家都要听新总裁的了。袁经理刚开会便直奔主题，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新总裁的到来。会议室顿时响起掌声一片，所有员工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在门口这位突然闯入的气场2.8米的陌生美女身上。陈健看着进来的新总裁，眼神里的无所谓转换成困惑和震惊，僵成石像。掌声还在继续，陈健的手力在那一动不动。苏妹的目光在陈健脸上停顿了2秒，唇角似乎极其细微地向上弯了一下，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随即，他迈开脚步，高跟鞋敲击光洁的地砖，发出清脆又压迫的哒哒声，径直走向主座，每一步都像踩在陈健骤然加速的心跳上。大家好，苏妹开口了，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一个竖着耳朵的员工耳朵里，带着一种公式化的却不容置疑的上位者口吻。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苏妹，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新任总裁。陈健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舌头彻底打结了，仿佛在说老婆，你怎么到这来了？他脑子里嗡嗡作响，完全无法理解眼前的景象。他直起身，环视了一圈那些伸长了脖子屏住呼吸的员工们，脸上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带住点疏离的职业微笑。还有，除了是你们的上司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
陈建的老婆。轰！这消息不至于在办公室里引爆了一颗炸弹，所有人都懵了，包括陈建。他张着嘴，眼睛瞪得溜圆，脑子里一片空白。收购，新总裁，苏妹，这几个词在他混乱的脑子里疯狂碰撞，撞得他头晕目眩。苏妹的目光重新落回陈建脸上，看着他呆若木鸡的样子，眼底深处掠过一丝得逞的笑意。好了，散会，大家各自去忙吧。临走时，苏妹还不忘给陈建抛了个媚眼。陈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回到工位的，只知道自己的腰好像要完蛋了。一整天时间，陈建浑浑噩噩，心不在焉。到了傍晚5点多的时间，苏妹不紧不慢地出现在了陈建的工位身边。她收敛了那副女强人的冷硬姿态，身体前倾，双手轻轻抓住陈建的胳膊，声音瞬间切换，变得又软又糯，还带着点撒娇的甜腻，音量却足够让附近几个竖着耳朵的员工听得一清二楚。哎呀，老公，他晃着他的胳膊，尾音拖得长长的。下班了，我们回家了。嗡！整个办公室静得吓人，无数道目光在石化状态的陈建和娇俏可人的新总裁之间来回扫射，充满了极致的震惊、困惑、八卦和一种我是不是加班太多出现幻听了的自我怀疑。陈建的脸腾的一下，瞬间红得能滴出血来，他感觉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他下意识地想抽回胳膊，却被林薇牢牢抓着。他压低声音，几乎是咬牙切齿，又带着浓重的窘迫：老婆，别闹，专案还没搞完呢，不能走，加什么班呢？苏妹的声音更甜了，也更响亮了。她故意环视了一圈那些目瞪口呆的员工，又像是在宣告主权：我把你们公司都买了，不用你干了，让他们干去。他纤纤玉指随意地朝周围那些凝固的人影画了一圈，员工们头皮一阵发麻，纷纷低下头，假装自己不存在，耳朵却竖得更高了。苏妹凑得更近，几乎是贴着陈建烧红的耳朵，用那种甜腻的能拉丝，偏偏又能让离得近的几个人听得清清楚楚的音量，吐气如兰。我们回家，要做更重要的事情呢。轰隆！陈建感觉自己的天灵盖都要被这羞耻度爆表的话给掀飞了。他猛地站起来，动作大得带翻了椅子，发出哐当一声巨响。他只想立刻逃离这个让他社死当场的地狱。老婆，你……他又羞又急，话都说不利索了，只想赶紧把这妖精拖走。急什么呀？老公不用这么着急了，没人跟你抢。苏妹却好整以暇，慢悠悠地拉开陈建办公桌最下面的那个大抽屉。陈建平时习惯把一些不太重要的档杂物随手塞进去，只见苏妹伸出2根保养得宜的手指，从一堆打印纸下面精准地夹出一份装订好的档。诺，收购合同补充协议。苏妹把档轻轻拍在陈建剧烈起伏的胸膛上，脸上笑容灿烂又狡黠。好好看看，倒数第2条，加粗标红的。陈建手忙脚乱地接住那份还带着印表机余温的档，心脏狂跳，他颤抖着手，几乎是粗暴地翻到后面，目光急切地扫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甲方苏妹有权要求乙方陈建无条件履行如下义务： 1. 乙方作为原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必须保证新专案平稳过渡期内及收购完成之日起6个月内每日按时下班，最晚不超过19点。陈建看到这条，心头刚升起一丝6个月的缓刑的侥幸，目光下意识地往下移。紧接着，他看到了倒数第2条，字体果然被加粗标红了，像一道猩红的烙印。补充条款2，前述按时下班之核心目的，为确保乙方拥有充足精力，
终身无条件优先满足甲方苏妹所定义的一切特殊需求及重要家庭事务。此条款效力独立存在，不受专案过渡期限制。终身无条件特殊需求。苏妹正歪着头看他，大眼睛扑闪扑闪，一脸纯真无辜，还带着点小小的得意。他红唇微起，用口型无声地清晰地对他比划了2个字：回家。扑通，陈健眼前猛地一黑，双腿再也支撑不住那早已被掏空的身体，膝盖一软，整个人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结结实实地砸在他那把刚刚扶起来的办公椅上，椅子腿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完了，这日子真他星号的没头了。他喘着粗气，瞪着天花板上那惨白的灯光，心里就一个念头：完了，彻底完了。这妖精连公司都买了，以后连加班这个避难所都没了。哎呀，老公！苏妹那甜的酷死人的声音立刻在耳边响起，带着点夸张的惊慌。你怎么了？是不是太感动了？快起来，快起来！他赶紧伸手去扶，动作看着挺急，但陈健总觉得他那涂着漂亮指甲油的手指头在自己胳膊上掐了一下，劲儿还不小。感动个屁！陈健一把甩开他的手，也顾不上旁边还有竖着耳朵装死的员工了，压着火，脸长得跟猪肝似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苏妹，你疯了吧你？你买这个公司干嘛？你自己公司不管了？你搞什么名堂？苏妹被他甩开也不生气，反而笑嘻嘻的又凑上来，双手直接环住他的脖子，整个人都快挂他身上了，声音又软又糯，还带着点小得意。老公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我这不是怕你们老板太黑心了吗？天天加班，都没时间陪我了，而且买个公司玩玩吗？顺便，嘿嘿，玩玩？你管这叫玩玩？陈健气得浑身哆嗦，想把他扒拉开，又怕动作太大更丢人。这终身无条件满足特殊需求，你当签卖身契呢你？哎呀，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苏妹眨巴着大眼睛，一脸无辜。夫妻之间的事，怎么能叫卖身契呢？这叫优化资源配置，确保家庭核心成员的身心健康得到优先保障。你看，我都规定你必须按时下班了，多为你身体着想啊，老公。我谢谢你啊。陈健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不客气，老公，我的就是你的。你现在是老板娘的老公，哦不对，是老板的老公，身份更尊贵了。以后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谁敢拦你？多自由。陈健头一回的认了怂，老婆天天来我自己也吃不消了，我的腰老疼了，也要让我歇歇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陈健开始撒娇求饶，苏妹忽然松开他，双手叉腰，漂亮的眉毛一挑，那女总裁的气势又出来了。陈健同志，是谁当初在婚礼上信誓旦旦说老婆最大，老婆的需求就是圣旨的？这才2年，就嫌我需求多了。陈健被他对得哑口无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确实，理亏，我这不是身体有点跟不上吗？他声音弱了下去，底气明显不足。跟不上？苏妹哼了一声，凑近他耳边，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旁边几个竖耳朵的听见。跟不上你还天天逞强说行？是谁昨天晚上明明眼皮都打架了，还非要无？他话没说完，就被陈健一把捂住了嘴。祖宗，姑奶奶，求你了，别说了。陈健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压着嗓子哀求：咱回家说，回家说行不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他感觉自己的脸皮已经烫得能煎鸡蛋了。
苏妹被他捂着嘴，大眼睛忽闪忽闪，带着狡黠的笑意，点了点头。陈建如蒙大赦，赶紧松开手，也顾不上收拾东西了，拉着苏妹的手腕，低着头，迅速离开办公室，留下一群员工面面相觑，然后爆发出压抑不住的哄笑和议论，一路无话，直到坐进苏妹那辆崭新的跑车里。陈建瘫在副驾上，感觉比连续加了3天班还累，身心俱疲。现在能说了吧？林大总裁，他有气无力地开口，带着浓浓的怨念。老婆，你这到底图啥啊？苏妹发动车子，侧过头，看着陈建那副生无可恋的样子，脸上的嬉笑慢慢收了起来，眼神变得有点复杂。图啥？他反问，声音平静了些。老公，你真以为我只是那种只知道那点事的女人？陈建一愣，转头看他，我是生气。苏妹握着方向盘的手指紧了紧，我气你不跟我说实话。你累了，你扛不住了，你跟我说啊，我们是夫妻。你躲什么躲？你把我当什么了？洪水猛兽？还是只会压榨你的机器？他越说越有点委屈。我知道我需求是有点旺盛，但我又不是不讲道理。你跟我说，老婆，今天真不行了，让我歇歇。我能吃了你，我会强迫你。可你呢？宁愿天天加班到深夜，也不愿意跟我好好说句话。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晚上等你等到多晚？你知不知道我看着你回来倒头就睡，我心里多难受？我以为你烦我了，不爱我了。苏妹的声音有点哽咽了，眼圈微微发红。陈建彻底懵了，他光想着自己累，自己委屈，却完全没想过苏妹的感受。看着老婆这副样子，他心里那点怨气和羞愤瞬间被巨大的愧疚淹没了。老婆，他张了张嘴，喉咙发干，不知道说什么好。你什么你？苏妹吸了吸鼻子，瞪了他一眼，又恢复了点气势。我买公司，一是气不过你躲我，二也是想告诉你，你老婆我有的是办法治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躲。三嘛，他顿了读，语气软了点，也是想让你轻松点。以后你是老板家属，没人敢给你派重活，到点就给我滚回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懂不懂？陈建看着他红红的眼眶，听着他这又霸道又带着点笨拙的关心，心里那点冰碴子彻底化了。他叹了口气，伸手过去，握住了苏妹放在裆位上的手。懂了，老婆大人。他声音闷闷的，带着认命，也带住点暖意。我错了，真错了。以后累了我就说，绝对不硬撑，也绝对不躲了，行不？苏妹反手紧紧握住他的手，脸上终于露出了点真心的笑容，带着点小得意。这还差不多，不过今晚，老公，你跑不掉了哦。陈建一听这个，脸又垮了下来。老婆，那个能不能打个折？比如1周，3次，5次，不能再多了，真会死人的。他可怜巴巴的讨价还价。苏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风情万种的白了他一眼。看你表现喽，表现好，给你放公休日；表现不好，他故意拖长了音调，凑近他耳边，压低声音，带着热气。收购条款随时可以追加补充细则哦。老公，陈建看着老婆近在咫尺的漂亮脸蛋，那熟悉的让他又爱又怕的危险气息扑面而来。他认命地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长长地长长地叹了口气。行吧，老婆大人说了算，不过今晚我要占主导权。他算是彻底明白了，这辈子是栽在这个妖精手里了。这刺激生活，
才刚刚开始呢。他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心里默默盘算着明天得去买几斤枸杞。跑车轰鸣着汇入夜色，载着这对刺激生活的夫妻，驶向那个充满特殊需求和重要家庭事务的家。陈健知道，他的加班避难所时代宣告彻底终结。未来的日子是水深火热，还是痛并快乐着，谁知道呢？反正这日子是彻底没头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挺着老腰，在这条终身满足甲方的不归路上一路狂奔了。彩蛋，日子在陈健兢兢业业履行丈夫义务的条款中，水深火热又带点小甜蜜的溜走了大半年。陈健感觉自己快被榨成枸杞干了，腰间的酸痛成了忠实的老朋友，甩都甩不掉。他做梦都盼着能休个年假，不是公司的年假，是特殊需求的年假。这天晚上，陈健正抱着保温杯，对着里面漂浮的十几粒红艳艳的枸杞唉声叹气。苏妹洗完澡出来，没像往常一样直接扑过来，而是神秘兮兮地凑到他面前，手里捏着个小东西。老公，他声音甜得发腻，眼睛亮得像探照灯。闭眼，给你个惊喜。陈健一哆嗦，保温杯差点脱手。又是什么新花样？老婆，咱能不能缓缓？我今天感觉腰有点……他条件反射地开始找借口。哎呀，不是那个。苏妹娇嗔地拍了他一下。老公，睁眼吧，你看这个。陈健睁眼傻乎乎地看着塑胶棒，低头一看是2道杠。噗，两道杠。老婆，真的假的？你有了。巨大的狂喜瞬间盖住了他所有的疲惫和腰酸。老天开眼啊，他终于可以休息了。对，不是开心自己即将当爸爸了，而是自己终于可以好好喘口气了。哈哈哈哈！陈健猛地蹦起来，一把抱起苏妹，原地转圈，激动得语无伦次。老婆，我的好老婆，你太伟大了，我要当爸爸了。我终于，他差点把终于解放了喊出来，赶紧刹车，改口，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太好了，太好了。他激动的眼眶都红了，感觉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浑身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那是自由的味道。苏妹被他转得头晕，咯咯直笑。放我下来，小心点，别吓着宝宝。陈健赶紧把他轻轻放下，捧着苏妹的脸，吧唧亲了一大口，笑得像个二傻子。对，小心宝宝。老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家1级保护动物，你什么都不用干，躺着，想吃什么，我给你买，想喝什么，我给你倒，腰酸，我给你揉，腿肿，我给你捏，保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他拍着胸脯，豪情万丈，感觉人生从未如此光明。苏妹看着他这副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嘚瑟劲儿，大眼睛滴溜溜一转，闪过一丝狡黠的光。她慢悠悠地坐到沙发上，翘起2郎腿，拍了拍旁边的位置，女王范儿十足。老公别激动，过来坐。陈健屁颠屁颠地凑过去，脸上还挂着收不住的笑容。老婆大人有何吩咐？尽管说。上刀山下油锅。我陈健眉头都不皱一下，他现在觉得，只要不履行特殊需求，干啥都行。苏妹伸出纤纤玉指，轻轻点了点陈健的胸口，声音又软又媚，还带着点意味深长。老公，你这态度，我很满意。不过嘛，你是不是忘了点啥？忘了啥？陈健一脸茫然，沉浸在即将到来的幸福假期里。产检，我记着呢，明天就陪你去。营养品，
我现在就下单。胎教音乐，我马上下载。不是这些了。苏妹拖长了音调，身体微微前倾，红唇凑近陈健的耳朵，吐气如兰，说出来的话却像一道晴天霹雳。老公，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的终身满足甲方特殊需求合同还在有效期哦。陈健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一股不祥的预感顺着脊椎骨往上爬。老婆，你什么意思？咱不是有宝宝了吗？医生说了，怀孕期间得小心，不能那个。他磕磕巴巴地提醒，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哎呀，你想到哪里去了？苏妹嗔怪地白了他一眼，手指在他胸口画着圈圈。我是那么不懂事的人吗？为了宝宝，当然要吃素一段时间了。陈健刚想松一口气，心说老婆终于懂事了，就听苏妹话锋一转，声音更甜更腻了。不过呢，老公。她那双漂亮的眼睛里闪烁着让陈健头皮发麻的光芒。这吃素啊，它也是有讲究的。光吃素，营养不够均衡，不利于家庭和谐稳定，对吧？所以呢？陈健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所以啊，苏妹便戏法似的从沙发垫子后面抽出一张纸，啪地拍在陈健大腿上。诺，新的补充协议，孕期及产后特别条款。甲方，我考虑到乙方你的身体状况和宝宝的安全，特此调整特殊需求的执行方式。陈健看完，手一抖，那张纸飘飘悠悠落在地上。他缓缓地抬起头，看着苏妹那张笑靥如花、人畜无害的漂亮脸蛋，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老婆，苏妹弯腰捡起那张纸，轻轻抚平，然后笑眯眯地把它塞进陈健睡衣口袋里，还拍了拍。老公别这么悲观嘛，你看，我这不也是为了宝宝好吗？孕妇心情好，宝宝才健康。再说了，他凑近他，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气声，带着恶魔般的诱惑。等吃素期过了，我答应你，给你加餐哦，保证加倍补偿你现在的辛苦。陈健看着他近在咫尺的红唇，听着那加餐的承诺，非但没有半点期待，反而觉得腰眼深处那熟悉的酸痛感瞬间放大了10倍。老婆，苏妹嗔怪地捏了捏他的脸，然后舒舒服服地往沙发上一靠，伸出穿着精致拖鞋的脚丫子，晃了晃。来，老公，先给甲方捏捏脚，今天走了好多路，酸死了。陈健看着那晃悠的脚丫子，又看了看老婆口袋里露出的那半截补充细则，再想想未来那暗无天日的替代性服务和产后加倍补偿的恐怖前景，他双腿一软，扑通一声，直接给跪了。不是跪地求婚那种，是纯粹的，生无可恋的，崩溃的，五体投地。苏妹看着他这副惨样，咯咯地笑倒在沙发上，一边笑一边指挥：别装死，快起来，捏脚，捏完脚还有精油按摩呢。陈健同志，为了宝宝，为了家庭和谐，加油哦。陈健，他默默地从地毯上爬起来，认命地捧起老婆的脚丫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辈子的枸杞怕是白吃了。这刺激生活，他才刚进入地狱模式呢。造孽啊！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3份。下一期一夜故事，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夜惊喜，可能是关于梦想，关于陪伴，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记得准时来赴约，咱们下期不见不散。